舆论的反转。10多年前，张信阳的名字因10岁上大学、16岁读博而成为家喻户晓的神童。他的智商与学习速度让人惊叹，但真正让他被大众记住的，却是那句争议极大的话：父母不给我在北京买房，我就不答辩，不毕业。当年，这句话迅速点燃舆论场。那时社会还普遍相信靠自己努力能买房，所以张信阳的诉求被解读为虚荣、任性、啃老。他不仅被视为神童变质的反面教材，还被贴上不懂感恩、不负责任的标签。然而10多年过去，社会语境发生了变化，房价节节攀升，普通年轻人靠自己买房的可能性越来越小。如今再回头看，当年那个要父母全款买房的少年，反而被一些人认为是看清现实、有远见。舆论态度从耻笑到理解，甚至有些人觉得他比同龄人更早看透了社会规则。这就是张信阳身上最耐人寻味的一点，同一句话，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，评价可以完全反转。为什么智商超高，却过不好一生？张信阳的困境不是个案，而是很多神童都会遭遇的命运。他的高智商与不顺利的人生之间存在几大错位。智商高，但情商和社会化不足。他能快速完成学业，但在情绪管理、人际交往、独立生活方面严重滞后。智力发展向快进，心智发展却停留在低龄阶段。过早揠苗助长。父母过度推动，让他在极短时间内完成跳级、读博，缺乏正常的挫折经历和心理缓冲，一旦遇到社会压力，就很难承受。价值观偏差。从小在成绩等于价值的环境中成长，他自然把自我价值与外部条件、学历、房子绑定。当他说要有房才有面子，其实是把外在成就当成唯一的安全感来源。社会的放大效应。普通孩子说父母给我买房，也许只会被当作玩笑。张信阳说，就变成了神童堕落的全国大新闻。舆论的放大，让他更难被当成一个普通人来看待。父母与社会，谁的责任更大？如果要在父母与社会之间分权重，张信阳的故事里，父母是主因约60%至70%。决定他一路跳级的不是社会，而是家庭。父母过度功利化，追求神童光环，却忽视了孩子的心理与生活教育。成就等于价值的观念多半是家庭氛围灌输出来的。社会是次因约30%至40%。社会的神童崇拜让家庭选择得到了舆论鼓励。媒体报道放大了他的言论，使他在公众视野里失去调整和修复的空间。教育环境本身对超前拔高缺乏科学监管。一句话总结：父母种下了种子，社会让它疯狂生长。张信阳并不是失败的天才，而是一个典型的异步发展者，智商远超常人，但心理、情感和社会适应力严重滞后。他既是父母教育选择的产物，也是社会神童崇拜的牺牲品。从被讽刺的虚荣啃老到如今被部分人理解为有远见，舆论反转的背后，折射的是整个社会价值观的迁移。当房子成为年轻人无法靠个人奋斗获得的稀缺品时，靠父母的支持不再是耻辱，而是常态。张信阳的故事提醒我们，真正的教育不是让孩子成为最快的那一个，而是让他们成为一个完整而健康的人。